这一块是湖北的九宫山，据说当年李自成是在这边被杀的，最后安葬在这一块，他的墓就在不远处。关于李自成这个人物，大家非常熟悉啊，很多影视剧也演绎过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也去他老家看过他的行宫。李自成呢，他是明朝末年非常著名的农民军起义领袖，他算是开创了一个政权，不过呢，很快就失败了。他可以称得上是失败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很多学者、很多人呢都在研究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李自成的故事，看一看他的墓，以及呢分析一下李自成最后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就失败。说的简单一点，他从鼎盛到失败非常短的时间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他在九宫山被杀之后就安葬在这个地方，他当时被杀害就在前方一点点。关于李自成的墓啊，全国好几个地方有，一个呢是在这个湖北的九宫山，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湖南的常德那一块吧。那一座墓好像比这个地方还有大，也就是说，关于李自成最后去世的地方，或者他最后生活的地方是有多种说法的。还有呢，说他是去当了和尚，很多影视剧也演绎过。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也不知道，因为毕竟呢，他基本上失败之后就突然消失了。那大部分学者或者经过考证啊，认为啊，李自成应该就是在九宫山被杀的。他可以称得上是昙花一现。他是陕西米脂县人，出生于公元1606年，去世于公元1645年，年39岁，也可以说是40岁。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大顺政权的创建者。李自成刚出生的时候，家庭条件也是非常一般，比较贫穷。他小时候呢，也受了很多苦。一开始啊，是在地主家里帮忙放羊，算是帮家里改善环境。长大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了宁夏宁川做一名驿卒，就相当于现在的快递员。后面明朝朝廷腐败，崇祯呢下令裁撤了驿站，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成就失业了。在当时明朝末年，天灾自然灾害比较多，土地兼并呢非常严重，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很多地方呢是爆发了农民起义。李自成刚好失业之后，也在寻找出路。他也听说了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起义，于是呢，他也投身到这个队伍当中去了，算是开始创业的第一步。在公元1631年，他在米脂召集起义，慢慢的发展，最后呢，投奔了闯王高迎祥。在这个过程中啊，李自成培养了他的能力，他的意志。到了公元1636年，高迎祥被杀之后，李自成呢被推举为闯王，成为了起义军的领袖。一开始啊，他也经历了失败，后面缓过来，他采取了声东击西，实力呢是越来越大。在公元1643年，崇祯16年的时候，他攻占了襄阳，改为襄京，自封大元帅。到了10月份，李自成呢就攻破了潼关，杀死孙传庭，占领了陕西全省。到了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呢改年号为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恢复长安的称号，封功臣，开科取士，建立了大宋政权。随即呢，他就准备进攻北京，在2月初2渡过黄河，初5呢，他们就攻占了太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3月15号抵达居庸关，马上就到达北京了。在这种情况下，崇祯3月18号在景山自杀身亡。最近看视频啊，经常能看到很多游客去景山顶部看故宫的场景，那里呢也是崇祯最后看大明王朝的地方。很多人呢站在那个上面都在流眼泪，可能是带入到了那个时代。我们现在如果去那个地方，其实呢也是看大明王朝最后存在的地方。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
有机会啊，我也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李自成。崇祯自杀之后，3月19号，他是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大明王朝呢标志着灭亡。算起来不到2个月啊，他就从陕西到北京。从这里也看出来呀，明王朝确实是不行了，灭亡呢难以阻挡。那到了这里，算是来到了李自成的巅峰时刻，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他将开创一个王朝，新的开国皇帝将诞生，因为他占领了北京嘛。结果意外就发生了，当时明朝算是灭亡了，但是呢，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武装。你像山海关的吴三桂就是代表。一开始呢，李自成是招降吴三桂的，吴三桂也答应了。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李自成的大将强占了吴三桂的媳妇陈圆圆。吴三桂得知消息之后，他算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与吴三桂、多尔衮在山海关激战，结果不幸战败，一路呢退回到北京。吴三桂和多尔衮呢就在后面追击。在4月29号，他就在北京称帝。第2天呢，就离开了北京，继续退却，退到西安。在西安没多久呢，清兵又继续追击。李自成啊，没有办法，他就继续一路退却。最后呢，是退到湖北的九宫山，在这里啊被杀了。这就是李自成简短的一生。这是当时李自成退却图。从北京退山西，退到西安之后，他还想抵抗，结果呢，没想到潼关和陕北啊，很快就失守了。于是呢，他就一路继续向南退却。后面呢，清军的那个骑兵啊，一路追击，最后呢，是来到了九宫山这一块。来到这边之后，李自成他只剩下18名随从，结果呢，又遇到当地的乡勇，也就是说的地主武装，他们以为李自成呢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于是就和李自成他们打起来了。这样的话，导致李自成呢落单，因为打不过嘛，他就继续往树林里面逃跑。最后呢，是来到了这里，在这一块呀，他可能是坐在这里休息，那又被当地的农民发现。看他那个穿的这个服装，也以为是土匪，于是呢，就在李自成的背后，又拿我们说的那个锄头，把李自成砸死了。就在这一块，李自成殉难处，享年39岁。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就是在这里去世了。他一死啊，就标志着大顺政权没有了。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杀害的就是李自成，把他杀了之后，后面呢就把他埋上这里，这里都是经过后面修缮的。李自成确实也是非常传奇啊，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能够农民起义成功的很少很少啊，我们数得出来。刘邦算一个，还有朱元璋算一个，出身最低的肯定就是朱元璋了。那李自成也算是成功的。为什么刘邦和朱元璋他们起义能够成功，并且呢开创了一个封建王朝，而李自成就不行呢？等一下我们再细说啊。可以这样说，一个呢是他能力可能确实比不上刘邦还有朱元璋，另外呢就是他犯了多个致命错误，可以说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我们来看一下李自成的墓冢。就在这一块，这个墓冢非常矮小啊，如果不是这里写了是李自成墓，谁也想不到一代起义领袖李自成竟然去世之后埋在这里。这可能还是经过修缮的，
以前这个墓冢还没有这么高的。李自成之墓，郭沫若先生写的。为什么当时的地主会把李自成认为是土匪呢？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地方属于深山老林，一般外面人不会进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点呢，李自成和他的手下当时算是逃难，风尘仆仆，那穿着呢肯定是有点破烂。另外呢，他们是当兵出身的，气势肯定是不一样。那自然而然，那些地主乡勇就认为李自成他们呢可能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李自成当时应该和他的手下基本上在这一块都是被杀了。他被杀的当日没人管，第二天呢是有附近的村民看着可怜，就简单的把他安葬起来了，用那个废水缸把他安葬了。当时肯定是不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那后面到了清代，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呢在这个墓前立了李弘基之墓。后面呢这个地方呢，后面这一座墓就慢慢的荒废起来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呢发表了关于李自成死难地点更正说明。李自成呢殉难于这个地方呢，得到史学界的确认。在上个世纪末，针对李自成死难之争议，专家呢经过全面考证，确认了他确实是殉难于九宫山。这一块是一条古道，很有可能李自成和他的随从应该就是在这附近碰到了那个巡查的乡勇，也就是地主武装。那他们在上面打不过李自成呢，就一个人往前跑。当时这里面树木肯定是很多的，结果呢跑到前面去了。我后面又查了一下资料，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李自成和他的手下逃难来到这个山里面，借宿在一座寺庙里面，跟那些和尚说我第二天就走。那些和尚呢看他们身份可能就不一般，于是呢跑出来，就偷偷出来向附近的这些乡绅地主告密，说我这里来了一些不一般的人，很有可能是土匪或者是其他。于是呢这些地主武装呢就埋伏在路上，第二天李自成他们出来就碰到了，最后呢把李自成杀了。这一组石雕展示的就是如此，中间这个呢就是李自成。他的一生非常短暂，不过呢在历史上却留下了深厚的记忆。他既是正面的例子，也是反面的教材。正面就是说他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反面的话就是进了北京城之后，沉迷在胜利的喜悦当中，马上又失败了。在历史长河当中，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的失败是由于吴三桂春冠一怒为风言，引清兵入关，最后呢是击败了李自成。实际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李自成真正失败的原因还在于他自己。第一点是他太着急了。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有9字真言非常经典：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量。意思是说，你要积蓄自己的实力，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着急的去称王、建立政权等等。你像朱元璋和2000多年前的刘邦，他就遵循了这个方针。他们先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稳固的后方，自己有了充足的实力，再去走下一步，建立一个政权。而李自成呢，当时他是起义军，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流动作战，没有稳固的后方，他们是打到哪里算哪里。在当时他占领襄阳，自封大元帅，马上呢又攻占了西安，占领了陕西全省，很快呢就建立了政权。结果隔了1到2个月，他又去进攻北京，中间等于就是没有停留，没有去打造自己的后方，没有停稳脚跟，也没有去恢复农业生产，也没有大力发展民生。
说白了，他们等于就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方针，走一步算一步。在根基未稳之前，他就继续往前冲。那在这种背景下，顺利还好，一旦出现一点点意外，那马上就完犊子了。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建立统一王朝的，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你像2000多年的刘邦，在占领关中，他就开始治理，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并且呢，还有这种萧何治理。不管刘邦在关外失败多少次，都会有后方源源不断的粮食、兵员支持。而李自成没有，他在北京一失败，那就必须马上退出北京。那来到了西安，他也没有稳固的后方，那只能继续败退，和他之前率领起义军一样到处流窜，这样肯定是行不通的，很快就会导致失败。第二点呢，是说他没有像刘邦、朱元璋身边有那么多的人才。我们都知道，刘邦有萧何坐镇后方，谋士有张良，军事有韩信，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才，你像陈平、周勃等等，可能都数不清。那朱元璋有柳善长、傅维庸，刘伯温就不用说了，还有很多大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等，都说得出来的名字。而李自成没有，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能力不足，没有吸引到很多人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他们一开始呢都算是起义，而等他们稍微有点实力之后，有底盘之后，就立马改变了阶级，马上呢从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进而呢笼络人心，笼络我们常说的那些世家大族、地主乡绅，跟他们达成了一种默契，士绅乡绅支持你，然后呢刘邦、朱元璋呢就保证他们的利益。而李自成没有，他算是一直对这些地主乡绅进行打击，特别是进入北京城之后，对手下还有点纵容，导致呢他们烧杀掠夺。这样算起来的话，李自成他们呢就得罪了整个这个阶层。那等他败退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够去追杀他。你像多尔衮清朝追杀李自成，那些地主乡绅呢还支持，还与那个清王朝也算是达成了一种默契、一种协议一样的。第三点是李自成那个军队啊，没有形成一整套体系或者制度，他的部队啊一直呢都算是起义军的形式。刚刚我们说的顺利还好，遇到困难他的部队很快就散了，也确实是如此啊。在北京的时候有几十万部队，而从北京退到西安少了一部分，从西安一路退到了九宫山这里呢，才剩下10几个人，等于他的队伍整个就散了，没有了。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李自成自身的原因，他没有驾驭人的能力，也没有用人的能力，也没有发现人才的能力，和朱元璋、刘邦就差远了。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当时他们进入北京之后，很快呢就有点像是堕落了，开始享受了，没有很好的想好怎么去治理这些国家，都算是走一步看一步。就我们常说的，没有战略能力，没有人帮他制定战略。从这里呢看得出来，李自成呢是犯了多个致命错误，老天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导致他做了42天的皇帝，最后就失败了。他尽管失败了，说他能力弱也是针对朱元璋这些猛人。在明朝末年那么多农民起义，最终呢只有他成功了，他算是灭掉了明王朝。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也算是一个英雄了，只不过呢这个英雄比较短。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李自成的故事，也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他为什么会失败。当然我们只是浅浅的说了一下他失败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李自成对后世的影响也确实十分深远，他功败成一成的历史教训，是后世分析的一个经典案例。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